哎，我呀，经常在评论区看到一个问题，就说彩莹啊，你到底看上大胖媳妇啥了？就她到底有什么好的？今天咱说实话啊，她这个人吧，就从非常传统的意义和标准来看，作为一个丈夫，他可能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丈夫，但是作为一个媳妇儿，他绝对是个好媳妇儿。咱就说带孩子这个问题上啊，说良心话，比我积极主动，她非常喜欢、非常享受带着孩子去探索世界。这不今天刚领着孩子去体验太空飞行去了吗？我和孩子们都飞了，拿铁呢一点就着，窜天猴嘛。但是孩子们的爹没起来，被退款了。糟糕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天空真的好大，蓝色。因为对于太空，它太沉，它是宇宙不能承受之重。玩完，他还问早达：“你看懂了失重的结果没？”早达说：“我看懂超重的结果了。”完全不气馁，回家继续做科学实验，老想上花活。早达最近听到了年的故事，非常恐慌，跟他爸说：“咱们也得整点爆竹才能吓跑年。”他爸说：“我也没在街上看着过爆竹啊，不知道上哪买去，感觉是一个内部流通的一个什么玩意儿。但是爸学过偏方，他说爸在家给你制造一个巨型泡沫喷射，砰一下，照样吓跑年。准备好了吗？结果汉语实在是不好，买色彩的时候买错了，再加上有点抠，药水也没买够，买家秀的呈现不太一样。他还跟早达说：“宝贝闺女，我觉得咱这不算失败，你仔细看看这屋，我觉得咱们肯定已经把年给吓跑了。”早达说：“可能吧，但是你吓跑之前把年给吓拉裤兜子了吧？像个大粑粑。”然后他有一点就是特别鼓励孩子自己动手，做出来啥他都夸。这不快过年了吗？孩子写出来啥破玩意儿他都给挂起来。早达不懂门上那个符为啥倒着挂吗？我说倒着挂就说明这东西到了。你写的那个字儿就到了，拿铁那么大点儿，他爸也跟他学毛笔字儿，写上春联了。虽然写的吧多少有点误差，红梅香小院，王冕下人间，但是也不错。王冕上春晚，上完下人间嘛。反正现在俺家就是中华文化兴趣熏陶的很盎然，但是我家这几位文人骚客多少有点被玷污了。这个还得是靠咱中国人都知道的雕牌，这雕牌除菌有氧洗衣液太好使了。有这个 SRP 因子，你别管什么墨汁、酱汁、辣油，衣服搁里头一泡一揉，轻松打包带走。除菌率99.99%，除螨率99.999%。给那些担心孩子卫生健康问题的妈妈们用这个可就放心了。墨香再加上雕牌的元气薄荷香，感觉俺家还挺好闻的。他在带孩子上还有很重要一点让我觉得值得借鉴的，就是我发现孩子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直接给出答案。比如早达问我的时候，弟弟为什么叫拿铁？什么是拿铁？我也要做拿铁，我现场做拿铁。我要着急的时候，我可能就说我看你像拿铁，你家淘气大马猴来抓你，我可能就这个路数。但如果他问他爸就不一样。今儿早达问他爸，我的弟弟拿铁到底怎么做？大胖姐说，怎么做呢？那不如今天咱们就现场熬制拿铁。小野，喂，这谁？这是咖啡色。搅吧搅吧。拿铁机，你们是拿铁。哟，拿铁是要这个。这是雪顶拿铁，好喝。干啥呢？就是这个拿铁。你们知道让中国老人和外国老人一起带孩子是什么结局吗？结局就是中国老人除了带孩子，还得带外国老人。我和大胖媳妇一起出差了，就留我爸和我婆婆在家一起带孩子。这一早上孩子连玩带闹，太累人了。我爸就想出了一个能短暂解救自己和温迪的方式，让孩子去躲猫猫。反正我爸也没准备跟孩子们真玩，就寻思让孩子消停一会儿。我爸的计划是宣布现在开始躲猫猫，然后孩子们一跑，我爸呢就可以给温迪沏一杯茶，俩人休息一会儿。我爸没想到，他一宣布，孩子们，咱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叫躲猫猫。温迪I love that game！ 噌家窜出去了，狗都追不上。人家张阿铁已经找好的地方，我婆婆觉得好，跟张阿铁抢。张阿铁说不行，这是我选的地方。温迪告诉他，孙子，咱俩换。我本来选的地方吧是狗窝，但是亲爱的上帝，谁能想到那还有只狗？拿铁，这样我给你2块糖，咱俩换。I want to fly. 温迪就藏起来了。朋友们，一个加拿大60岁的老太太，顶着190的血压和33度的高温，足足17分钟纹丝不动啊！不为别的，只为了成为躲猫猫的猫王。15分钟之后，孩子憋不住了，在窗帘后边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我爸一看也歇了足足15分钟了，就说游戏结束了，你俩赢了，天也晚了，也不热了，咱出去遛狗吧。仨人上电梯都到1楼了，我爸突然想起来少个人。少个人啊？温迪呢？不要说，不用说。不要说。这把忘记了，没找他呢，赶紧给找回来呀！你赶紧找哪个去？他不就搁哪眯着呢？你闷死了一会儿，哎呀，这不是大活人吗？你说说吧，温迪有多不好带？温迪还给我打电话投诉我爸，说我爸老不带他玩，让我爸教他练剑，说想了解一下中国老年人闲云野鹤的生活。我爸没办法，只能带上他一起晨练。加饭，加。快点，来，温迪，咱们还是学最简单的吧。
哦哦，使劲，哦哦哦哦，流汗了，哦哦，乖乖，咱俩回家吧。这过动症有点，哎呀，哎又来了，哎又来了。给我爸忙得坏了。温蒂这边跟我爸学练剑，人家温蒂根本不看孩子们，温蒂经常让孩子在外边随便玩，踩泥巴、钻沙堆，这都还好。真正让我爸崩溃的是，踩完泥巴、钻完沙堆之后，回家直接穿鞋上床，随便踩。那你说谁对干净都有自己的理解？咱不站队了，我只知道论干净还得蓝月亮。我还特意去人家的洗涤科技馆学习知识，还实操了，搭配玉图神器，让游班无所畏惧，轻松搞定日常衣物、床品、物资，连难闻的汗味都能有效去除，好神奇！哎，我发现很多老外都这样，穿鞋可以直接踩在床上。我问温蒂为什么，温蒂说被是有两面的，外面咋埋汰没事儿，你钻被窝里干净的就行。而且如果你的顾虑是怕鞋脏，那没事儿。今天我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压根就没穿鞋。等我出差回来，发现我爸和温蒂都不在家。一问，我爸领温蒂看中医去了。我爸觉得温蒂肯定是火大或者什么毛病，造成了他的躁郁和癫狂。然后人家医生问温蒂啥，睡眠呢、饮食啊、心情啊，温蒂都说特别好。医生就问我爸，那他到底是哪儿不舒服？我爸说他让我不舒服，让我不舒服。胖媳妇儿，问你个事儿，我让你丢过面没？什么是面？我之前不跟您讲了挺多，就是我这个大胖媳妇儿在我的故乡就干的那些让我脸上挂不住的事儿吗？就比如说上厕所不会蹲，把衣服全脱了挂门上了，还蹲反了，漂白一片，给开门老头下稀碎。那你说我在他的故乡干没干过让他觉得丢面的事儿呢？那年我跟我老公上加拿大探亲去嘛，就住他家。完，我和我婆婆和两个小姑子的兴趣呢，就有一些差池吧，就是他仨就特别爱看卡戴珊家族，那从早看到晚，看完之后仨人还小组讨论，给我待的是无鸡六兽的。完，我公公有一天就说，我领你俩去钓鱼去吧。然后我们就驱车前往一片大森林中间的一片大湖，那景色相当够用了。完，我公公的设备也挺齐全，啥都整好了，都架好了，然后还带点冰镇小啤酒，就给我爽坏了。结果2小时过去了，我老公和我公公俩人颗粒无收。我一看这水平，我上吧，也不知是人品的积累，是鱼儿的忏悔，还是来自大自然的赞美。反正10多分钟吧，整上了一条挺老大的银灰色红鳟鱼，给我乐的哈！我当时真差点就朝着装鱼的桶给他刻一个。我就寻思，终于啊，今天不用跟你吃这个寡淡的烤土豆子了。完，我公公笑呵说的：“哎呀，挺厉害呀！我以为那鱼能给你拽水里头去呢。好了，咱们把它放回去吧。”我说的：“你别闹。”完，我公公说的。我没闹，你快点把那鱼放回水里头去啊！完，我老公给我解释说的，你不知道，在加拿大钓鱼得需要办鱼证。我寻思钓鱼还得需要办个鱼证。完，我就问我公公，我说那咋的？你是没办呢？无证架杆啊？完，我公公跟我说吧，我有证，要不不能来钓。只不过我办的证是随钓随放的鱼证。啥叫随钓随放证呢？就是你好不容易钓上一条鱼，整上来摸摸，挑逗一下你自己的灵魂，然后再给放回去。我说你好不容易申请一把，你费挺大劲办个证，整个随钓随放证，整老半天，我在烈日之下给你晒直冒油，我来给你放生来了。这种折磨就好比呢，领个结婚证，新娘只能站一站；领个驾驶证，油门只能看一看；领个房产证，新房只能转一转。泼猴耍老半天，领个捕鱼证，鱼竿只能涮一涮。我公公还天真的以为能打动我，跟我说：“你看这鱼也挺可怜的，你就给放了吧。”我说的：“那不可能，我也是有原则的。错过的爱情不后悔，父母的教训不还嘴，剩菜的菜汤不浪费，到手的吃的不能给。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应该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不？敢喝一瓢恒河水，就别怕激流冲破小花蕊；敢道一句东北情，就别怕小烧伺候到天明。这条鱼敢咬一口小铁钩，就别怕葱姜大蒜加老抽。百因必有果，无需为彼此唏嘘。”完，我公公就着急了，你赶紧的吧，这附近有渔警，人家抓着你的话，罚款你都赔不起。我都没信，我说你是梦着的工种吧？你张嘴你就吓唬我，还渔警，你像那玩意儿真有似的。那老头，对面的老头，他咋敢钓呢？我公公说的真有渔警，再有一个人，那老头人家的渔证是可钓可留的，比我这高一级。我当时我寻思，那老头儿子是干啥的呢？要不然我改嫁了得了。我就在水边哈，像个孟姜女似的，抱着鱼桶就坚决不放手。结果渔警真来了。还真不是一个梦着的工种。结局怎么说呢？我只想说，彩铃，我吃到了人生最贵的一条鱼。